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个非常实用也非常轻松的话题，就是如果每天你只有5分钟学习中文，那你应该怎么做呢？首先非常感谢你点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门为已经有一定中文基础的中文学习者准备的。我会定期给大家提供一些中级水平的中文听力材料，也会给大家一些学习中文的小技巧。那如果你需要中文 podcast 就中文播客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 Patreon， 我每一个星期都会更新。很多人在学习中文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压力，我是不是每天要花1个小时来学习中文呢？如果今天我没有这些时间，是不是就等于放弃了呢？其实学习语言不在于每天学习多久，而在于能不能坚持。那哪怕你每天只有5分钟的时间，只要你方法正确，坚持下来，一样是可以进步的。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呢，我也已经跟大家提到过了，学习语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每天只用5分钟也可以学习中文的方法。这些方法呢，简单有趣，而且适合中级水平的你。方法1，每天听一小段中文音频。比如说，你可以听中文播客。那么在这里，我想为自己在 Patreon 上的 Chit Chat in Chinese 做一个小广告。我想推荐你们我的中文播客的理由呢，有这么一些。第一，我的中文播客都不长，一般呢都是在5到7分钟，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第二，我的每一个中文播客呢都配有文本。那如果你发现有哪个词语你听不懂的时候，可以去找文本，然后找出那个单词进行学习。那如果有文本呢，也方便你跟读。跟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高中文水平的方法。那我会在今天稍晚一些给大家介绍这一个方法。第三，我会列出播客当中非常实用的词汇，给到大家解释和例句，这样呢可以方便大家快速的扩展自己的词汇量。你也可以每天听一小段中文新闻。那在 YouTube 当中，你可以找到很多中文新闻。当然，你也可以去中文环球网，在那里呢，它有一个直播的电台，你什么时候去都能听。我把链接放在 description 当中，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你还可以去看中文短视频。那如果你喜欢刷 TikTok 或者小红书的话呢，你就可以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找到那些中文博主。比如说我自己就喜欢在小红书上面看一些博主分享蒙特利尔有哪些好吃的地方。那当然了，如果是刷短视频的话呢，就非常容易忘记时间，那这就不是每天学习5分钟的事情了，可能刷一下1个小时就过去了。自己记得要控制好时间。如果你选择中文新闻或者中文短视频的话呢，那可能你的目标就不在于听懂每一个字，而是去听懂一个整体，去锻炼自己的耳朵，让自己的耳朵适应中文的环境。因为一般中文新闻或者是中文短视频呢，可能它都是没有字幕的，而且呢，一般语速也会比较快一些。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读一个句子，然后拆解它。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句子，虽然今天下雨，但是我们仍然去了公园。那你这个方法怎么用呢？你看到这个句子，然后先读2遍，之后呢，想一想虽然但是这个结构你一定已经学过了，然后用虽然但是造自己的句子。
比如你可以说，虽然我今天很累，但是我仍然坚持做 YouTube 视频。虽然他听不懂，虽然他不会说中文，但是他能听得懂。这就是5分钟句型练习，非常有效哦。那你可以到哪里去找这些句子呢？你可以利用你正在学习的中文课本，比如说 HSK， 或者呢寻找一些中级水平的中文阅读材料。我的 Patreon 上面有很多哦。第3个方法，写一个中文句子加一个新词。那每天呢，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小任务，比如说今天，我要用中文写下自己的心情。那在写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词，那你就去查字典，然后呢把它记录下来。比如说你这么写：今天我非常开心，因为一个许久不见的朋友专程来拜访我，真的非常感动。那在这句话当中呢，你可能不知道专程、拜访这些词的意思，那你就可以使用 Google Translate 或者是 ChatGPT， 然后呢把它记录下来，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面。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一天利用5分钟写3个句子，那你1个月呢就可以有90个句子，是不是非常厉害呢？方法4，复习一个语法点加看例句。那很多中级的朋友跟我说呢，很多语法点他都已经学过了，但是呢却不怎么会用。那就利用每天5分钟的时间来复习一个语法点。比如说把字句，你已经学习过了，但是并不知道应该怎么用，那你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些例句。比如说，我把门关上了，他把书放在桌子上了，他把作业写完了，请你把手机关掉。每天读几个例句，理解这个语法是怎么使用的，那要比你每天看10个语法点要有效得多。如果你想找例句的话呢，也可以去 ChatGPT 哦。第5个方法呢，就是模仿加跟读练习。这个方法真的特别推荐，我在方法1当中已经跟大家提到过了。那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你在看中文电影的时候，或者是找一段中文播客，那你听一小段，然后暂停。模仿就是自己去重复这么一句话。比如说你听到电影当中有人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那你就暂停，然后重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在重复的时候呢，要注意语速和语调。这比背单词有趣多了，还可以练习发音和语感。那每天坚持5分钟呢，你就会发现不知不觉自己的中文水平就提高了。别小看5分钟，5分钟它不长，但是也不短。那如果你可以每天利用5分钟高效的学习的话呢，坚持1个月，你就要比80%的学习者更有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学习中文其实并不那么难，而且也比较容易坚持了。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不在于，而在于，用来表达真正重要的原因或重点在哪里。不在于 A， 而在于 B，B 就是重点。成功不在于你有多聪明，而在于你有多努力。爱情不在于说什么话，而在于做什么事。哪怕是一个连词，表示即使面临困难、条件不理想或情况不利，依然可以做某事，含有即使的意思。哪怕下雨了，我也要去跑步。
哪怕生活再辛苦，我也会坚持自己的梦想。专程是一个副词，表示特地、专门为某个目的或某个事情而去做某事，带有一种专门为某件事情而做的意思。他专程来找我，是为了商量工作上的事情。他从国外专程飞回来，只是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模仿是一个动词，意思是效仿，指的是通过观察、学习他人或事物的行为、外貌、方式等，进行类似的表现或行动。他很喜欢模仿明星的穿衣风格。小孩子喜欢模仿大人的行为。优势是一个名词，意思是在某种情况或条件下具有的比其他事物或竞争者更有利的特征或条件，可以指某种更强的能力、资源、地位等。他的英语口语优势非常明显。这家公司凭借技术优势成功占领了市场。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你也喜欢这样轻松实用的学习中文的小方法呢，请记得给我点赞，并且把它分享给其他需要的朋友。你也可以在 comments 中告诉我你觉得最有用的学习中文的小方法。好了，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